最美女警花殺入日本東京，一招神龙摆尾 KO 日本冠軍，徹底看呆全場日本觀眾。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女子拳擊大戰。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不如男？本場比賽來自於我們中國的最美女警花劉曉愛殺入到了日本東京。沒有錯，本場比賽的舉辦地點就是在日本的東京。好，我們看眼前這個膚白貌美、大長腿、長髮飄飄的美女，就是我們中國姑娘李曉愛。好，比賽開始了，我們仔細看一下。一身黑色戰袍，非常的帥氣，她就是李曉愛。她大學畢業，剛剛還不到2年的時間被評為了這個中國最美的女警花。好，這場比賽她的對手就是藍方選手，來自日本的女子拳擊冠軍鈴木花子。我們看這個家伙把自己穿了一身藍色的衣服，搞得好像是個藍精靈一樣，好漂亮。我們看我們的曉愛。比賽開始打得非常的凶，兩位選手的年紀都不是很大，都是20歲剛出頭。哦，又漂亮！我們看把日本選手打得4腳朝天。我們沒有想到李曉愛的拳頭會這麼重，小姑娘看起來，哦呦，又一次，再一次把對方打翻在地。好，裁判送給了对方一次读秒。可以說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看到對方的臉，再看看我們的李曉愛，兩個人的無論是實力還是長相都不是一個級別。對方在李曉愛面前就是一個醜八怪要小心，對方非常的靈活，她是日本女子55公斤級別的冠軍，所以說實力上來講還是有的，大賽經驗比較豐富。哎呦，我們看日本選手的這個腿法，對方難道是褲襠太緊了嗎？我感覺他的腿法根本提不起來好像是這個母豬踢豬蹄子一樣，根本提不起來。好，没有錯，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了，非常的精彩。我們的中國最美女警花李曉愛，她的表現您覺得怎麼樣？反正我覺得很出色。在第一回合有2次非常霸道的擊倒。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真的是長得很漂亮而且这是在沒有化妝的情況下長得這麼美，膚白貌美、大長腿，這麼形容完全不過分。反觀日本選手在我們的面前好像就是一個村姑，一個老太太一樣。好，比賽來到第2回合，讓我們看一下雙方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后手大摆拳，轉身邊拳，速度很快，但是差了一點。李曉爱的頭部搖閃也不錯，他的反應速度很快。我們看日本選手一直在打空拳，對着空氣使勁兒。這是因為我們李曉愛對於距離上的把控太好了，而且他頭部的搖閃速度也很靈敏。好，你看又是一個頭部的搖閃。雙手抱拳拿高，李曉愛的雙眼我們在進攻的時候，你看連續的重拳，連眼睛都不帶眨，這是一種勇氣，這是一種面對日本人的一種堅毅就是一種我要把你打廢打死你的這種感覺。我們看日本的鈴木花子，明顯是有點招架不太住了，而且整個人呢。現在的他只有逃跑和 A 揍。好的，漂亮，又是一頓连擊，接腿，這是第2回合的一次擊倒，非常的漂亮，接腿後的一個後手迎擊打得很準。
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已經結束了，非常的精彩。雙方的這個比賽是每回合2分鐘的時間啊，這個感覺過得非常的快。看現場的几盘美女，这穿的是個什麼東西？都是個很不錯啊，很不錯。比賽來到第3回合，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雙方第3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看一下我們的李小愛能否在這一回合呢去KO 對手，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因為他呢在前2個回合都是有擊倒。我這個日本選手看起來很忙，但是又不知道對方在忙什麼。漂亮！這一拳又把對方打坐在了地上。對方忙忙碌碌啊，卻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對着空氣使勁兒啊，這是頭一回見到這樣的。距離比賽結束還有最後不到1分鐘的時間，我們看一下小愛還有沒有這個能夠 KO 對方的機會。比賽還沒有結束啊，一切就有可能。哎呦，什麼情況？我的天哪，觀眾朋友們，神龍擺尾。但是這個神龍擺尾並不是腿法，而是拳法上的神龍擺尾啊，這個專業術語叫做轉身邊拳。我們看現場的急救人員趕緊上台搶救。我們的最美女警花李小愛啊，這個兵不見血刃的拿下了本場比賽的對局。我們看我們的小愛準備跪下來給對方磕個頭上個墳。好，這場比賽我們恭喜我們的中國最美女警花李小愛戰勝了這個日本選手，打得非常的精彩。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觀眾朋友們不見不散。他的出彩是他的主要的攻擊武器。中國最强女保鏢穿100斤鐵鞋，苦練10年腿法，2腿踢斷外國女拳王8根肋骨，徹底看呆現場裁判。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羅大戰。沒有錯，中國大戰羅馬尼亞。雖然說這個羅馬尼亞的國家呀並不是很大，但是在拳擊界，你別說啊，這個國家混得不錯。好，我們看一下這場比賽來中國踢館的家伙，正是眼前這個年僅23歲，長相還挺甜美的羅馬尼亞拳擊女皇科麗娜。23歲就被稱為女皇，可見此人的本領不俗。的確，她年少成名，在13歲時就擊敗了一個23歲的成年選手，自此一炮成名。好，這次來中國踢館呢，她已經是拿到了4連勝的戰績。4戰4勝，4場 KO， 將4名中國選手打成了重傷，並且向張偉麗下了戰書，發起了挑戰，並且狂言張偉麗，你一天不接受我的挑戰，我就多打廢一個中國選手。然而我們都知道張偉麗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張偉麗的師妹，中國的最強女保鏢鄂美蝶霸氣出山。那我們看眼前這個姑娘，正是我們的中國最強女保鏢鄂美蝶。好，她被稱為我們中南海有史以來最強的女保鏢，同時也是我們中國的全國3大冠軍張偉麗的師妹。好，說出來你可能不信鄂美蝶呢為了練習她的腿法，那麼把200斤的鐵鞋始終是穿在腳上，可以說練成了一雙力大無窮的鐵腿。好，比賽開始了，讓我們不要少說。一身紅色戰袍的便是我們中國最強女保鏢鄂美蝶，藍色褲衩便是科麗娜，來自於羅馬尼亞的拳擊女皇。好，比賽開始，鄂美蝶的攻勢打得非常的兇，漂亮！這一腳直接是踹翻了對方。觀眾朋友們，鄂美蝶的這個腿法呀，真的是力大無窮。我們看骨頭頂膝。比賽開始，鄂美蝶的攻勢上打得非常的兇，所以他的出彩腿是他的主要的攻擊武器連續射穿。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國这位鄂美蝶是这個策略的高手。好，我們看對方的科麗娜在鄂美蝶的這個重腿面前根本是扛不住，而且鄂美蝶的這個拳同樣也是非常的重。總之，我們現在來看的話，雙方在戰力水平上來說呢，還是有一定的差距。過去科麗娜是歐洲的拳擊冠軍，戰績相當的輝煌。不過感覺到近年這個有點下滑，好像是滑倒。科麗娜繼續追。
赛道。作为张偉麗的師妹，我們看鄂美迪的作戰風格呢，和她的這個戰術啊，和張偉麗非常的像。哦呦，你看這拳，又差點打晃對方。張偉麗在打這個綜合格鬥之前啊，最開始也是打散打。那麼鄂美迪的散打技巧跟張偉麗幾乎啊，就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好，我們看還有1分鐘的時間，看一下鄂美迪能否在第一回合 KO 對手。我覺得也是意料之中的。吉米，講到吉米馬，目前他這個側踹，後手正拳。那因為這個鄂美迪是散打選手，所以在擺拳有時候會打到後面，可以注意看一下。我們看比賽的後半段的鄂美迪幾乎打的都是反擊啊，讓對方呢先出手，然後我們再進行一個非常精準且有效的反擊。可以說鄂美迪在打法兇狠的同時，他的拳商呢也是非常的高，知道什麼時候該打，知道什麼時候呢該保存體能。離開了，他距離有點遠了，這個意識但是鄂美迪的側面的一個傳球是非常第一局。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的精彩。中國的最強女保鏢大戰，羅馬尼亞選手科麗娜。那麼在下面說到啊，這個鄂美迪穿了200斤的一雙鐵鞋，足足10年。很多人說鄂美迪這種行為很傻很笨啊，但是觀眾朋友們，今天我看到了鄂美迪這個腿法的威力啊，的確很厲害。那麼給對方的羅馬尼亞選手狠狠上了一課啊！對方想挑戰張偉麗，但是我們看啊，他現在連張偉麗的師妹啊，他可能都打不過，甚至在第一回合完全是被吊打的一個狀態。而且鄂美迪最恐怖的是啊，他雖然說專精腿法，但是他的拳法也是相當的兇猛。好，我們看，哎呦，觀眾朋友們，哎呦，今天的話可能是天氣比較熱啊，哦，這個很涼爽，的確是很涼爽。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和這個舉牌的寶貝打上一場，我不介意啊，先讓他10招。好，觀眾朋友們，第2回合開始了，請您千萬不要錯過鄂美迪的精彩比賽。好，我們看一下。好，鄂美迪對於距離上的把控呢，還是非常的精準。所以我們中國的全國散打冠軍，就連我們中國的散打女皇龔艷麗對這個鄂美迪也是讚不絕口啊！的確，她能夠拿到全國冠軍啊，的確很厲害了。因為這個散打的發源地呢是我們中國啊，所以說中國的散打高手呢那也是數不清啊，非常之多。我們鄂美迪也很善於這個側閃加旋轉，所以讓南方選手沒辦法晉升。鄂美迪的速度實際上是很快的，應該挺好。然後他打完就會旋轉，轉一個角度。實際上拳擊選手也有這種做法，叫一個 pivot 和一個旋轉的做法，但是在科麗娜的身上並沒有。這一回合很明顯，對方的科麗娜在進攻上打得非常的兇，而且雙方在換拳上也是變多了啊。但是換拳來講呢，鄂美迪完全不虛對方啊，而且我們的拳呢是不弱於他的啊。對方的這個科麗娜呢，更像是一個純粹的拳擊手啊，打法也比較偏拳擊。簡單點來說啊，就是比較單一。而鄂美迪的打法呢，就非常的綜合性啊，拳法、腿法，包括內圍的打擊、頂膝，我們通通都有。這個可以應該連續出手，剛才打到一拳以後又接着打下一拳，甚至可以接這個膝撞。這個鏡子直接把南方選手的腿打下來。選手特點啊，那個屁股面對對方，因為想做側踹。好，那雙方在這一回合的進攻上。
何內圍上的打擊，他不會啊，他並不是說不用，而他不會。找了一下，就把他腳丟進來，對，這樣踹對他的膝蓋是有蠻大的傷害。所以南方選手不太知道怎麼進攻的，对，他不知道接腿摔這個東西。可以說，兩名女子拳擊手打得這麼精彩的比賽啊，除了張偉麗，也只有鄂美蝶了。很少見，的確是很少見。而且兩名選手的確，我們有一說一啊，都挺有血性。那麼對方的克麗娜在第一回合，據裁判所說啊，已經被踢斷了肋骨。对方現在就是挺着肋骨被打斷的一個狀態來和我們打啊。雖然說對方非常有血性，但這也並不是和我們中國選手叫板、和我們中國選手啊鬧事的一個理由。好，最後的1分鐘時間，這場比賽鄂美蝶在精神的纏鬥上是佔據了優勢啊。这个重拳啊，对一個身體打擊非常的重。南方選手雖然想採取主動，可是因為拳腿完全沒有威脅性，手沒有施法，然後腿法也比較少。對，他是拳擊冠軍，可是沒有把威力做出來。對，只要他打不進內圍了，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來，不知道怎麼打。他現在一定很生氣啊，都不知道怎麼接近他，氣死他。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終於是結束了。那不得不說，對方的這個羅馬尼亞選手克麗娜真的是很抗揍啊。那麼在鄂美蝶的重拳重腿之下，對方竟然沒被打倒，沒被轟翻啊，的確是挺厲害。那麼最終一致判定，鄂美蝶獲得了本場比賽最終的勝利，讓我們恭喜他。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TKO，TKO， 廣東16歲詠春拳傳人傅涵參賽，重拳 KO 韓國女天才，嚇得韓國人趕緊扔出毛巾投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世界比武大會走進韓國首爾站的現場。好，我們注意看左邊選手穿着灰色小背心的，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廣東佛山。
的前手摆拳，漂亮，继续。哇，前手，我维修就啊，这。注意看，开局还不到20秒，吴雪松就被老外一拳打翻。此时台下的老外都開始慶祝勝利。然而就在他們以為自己勝券在握時，吳雪松不僅站了起來，而且還加倍償還，打得老外抱頭鼠竄，懷疑人生。這跌宕起伏的劇情，連武僧一龍都看到傻眼。好，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中國的搏擊鬼才。年僅23歲就已經名聲大噪，不僅有着自己獨特的打法風格，而且生涯總戰績19戰全勝，從未有過失手。他便是搏擊鬼才吳雪松。吳雪松不僅是一個搏擊鬼才，同時他也是一個拼命三郎，既有天分又努力。觀眾朋友們，他不成功誰成功啊？而今天吳雪松的對手也是一個世界級的王者，他就是曾經的 WBC 世界拳王金腰帶的擁有者何塞·魯拉斯。此人身經百戰，而且這一次呢是來勢洶洶。而且賽前何塞·魯拉斯也公開表示，天才只是踐踏的門檻兒。這場比賽如果一個回合之內打不贏吳雪松，都算他輸。好，口氣的確不小，但是到底是騾子是馬，我們牽出來溜一溜就知道誰真誰假。何塞是一個多棲選手啊，泰拳、MMA都參加啊。是的，所以像這樣的選手，他會比較滑頭啊。經驗也多。對，所以今天對吳雪松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啊。今年是否能順利的拿到諸神之戰的小組出線？對，在整個2016年呢，是吳雪松呢，我覺得是他一個突然爆發的一個年份。吳雪松還是哇，這是一個冷拳，一個後手拳。雪松有點大意了。哇，看來老外賽前吹牛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我們，好像並不是開玩笑啊，他的確是具備這樣的本事。現在開局還不到1分鐘，吳雪松慘遭了一次讀秒，但是吳雪松畢竟也是一位天才選手，我們並不是軟柿子捏的。好，站起來的吳雪松現在很被動，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來緩衝來緩解一下自己的眩暈感。但何塞·魯拉斯會給他這個機會嗎？會非常善於這種中遠距離的這種奔襲。對，我們看一下雪松到現在也沒有特別的着急啊，還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這個假動作做的還比較不錯。對，剛才的一個後手的一個拳法擊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實我們看這兩個選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對，哇，雪松這個時候不能硬進啊。對，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靈活，而且身體的這個姿勢的改變啊，往往能夠躲過雪松的非常直接的進攻。對，他的攻擊路線比較多。漂亮。漂亮，標誌性的前手擺拳，拿回一城。觀眾朋友們，這就是傳說當中的大意失荊州啊！這何塞·魯拉斯滿腦子都想着如何去 KO 掉吳雪松，卻忽略了吳雪松的重拳有多麼的猛。現在兩個人1比1打平，各有一次擊倒讀秒。一回合還有最後50秒鐘的時間，我們看吳雪松的是不斷的前壓，他的腦子裡現在也很想要 KO 掉何塞·魯拉斯。我們看他攻擊距離也很長啊，所以這個時候本身何塞的這個就中遠距離奔襲都比較突然。對，然後雪松在近的時候一定要做好防守。對，哇，第一局剛剛進行了2分鐘，就雙方互有一次讀秒啊。雪松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不要跟何塞做這種中遠距離的這個動作的互換往返，要拉近距離做這種陣地的打法。好，觀眾朋友們，雙方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啊，情節的確是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賽前這個老外揚言啊，他說一個回合之內 KO 不掉吳雪松，他就棄賽投降啊，就算他輸。但是很明顯，他並不打算投降，他想繼續戰鬥，想把面子找回來。因為在第一回合，吳雪松給他吃了一個重重的一拳，沒錯，就是這一拳。這一拳讓何塞·魯拉斯是顏面盡失，狠狠地打了他的臉。因為賽前何塞·魯拉斯表示說呀，天才只是踐踏的門檻兒，但很明顯吳雪松這個天才的確是給他造成了不小的威脅。好，隨着眼前的美女登場，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雙方第2回合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好，我們來進入第2局，看看在這個雙方在技戰術上，我估計何塞不會變化他的技戰術。是的，因為本身呢，我們看雖然說何塞他是
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首先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中近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是的，都是放得很长。哇，第二回合的吴雪松呢是越打越猛，越打越有感觉啊，只想打到何塞鲁拉斯的内围，而反观对手却畏畏缩缩，利用起了自己的超强臂展和灵活步伐呀，打起了游击战术。很显然，他对吴雪松的重拳啊已经开始忌惮了，他很害怕吴雪松啊打入到他的内围。对，又是一次，你看又是一次这种，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防守的前手。对。漂亮，漂亮，击飞球！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虚几次啊！哇，前手，我维修救啊！这，我们看何塞还可不可以？哇，观众朋友们，这个何塞鲁拉斯的忌惮是有原因的。吴雪松一旦打到内围，果然真是没他好果子吃啊！又是一个前手，现在需要打準吶！哇，這是漂亮球！這個倒地的場面跟雪松 KO 看上羅斯坦的一模一樣。好，觀眾朋友們，精不精彩，好不好看？這場比賽吳雪松的表現，我只能用完美2個字來形容了。雖然說開局並不是很妙啊，開局就慘遭讀秒，但是後面的話是扳回了一城又一城，直到拿下比賽勝利。這就是搏擊天才啊！不僅實力強勁，還有一顆非常穩的心態，有一顆大心臟。好，恭喜吳雪松！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再見。給我瞄準了打。他是泰國拳壇最硬的男人，揚言打中國人從不防守的佩查差。不過，當他遇到詠春拳第23代弟子魏子欽時，這一場比賽會是怎樣的結局呢？我太難了。我們注意看視頻當中正在出場的拳手，就是號稱泰國有史以來最硬的男人。他的身體硬度據說比波球、比羅唐還要硬，他就是佩查差。上戰績到目前為止85勝26負，他輸過贏過，但是觀眾朋友們，他就是從來沒有被 KO 過，也從未被擊倒過。他的人生座右銘就是只要我不躺下睡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把我放倒，就是這麼狂。而這一次他就更狂了，因為他聽說他今天的對手是一位年輕的中國小將，他便當眾表示打中國人完全不用防守，防守一下都是孫子。而眼前的這個瘦小伙便是佩查差今晚的對手，來自我們中國的詠春拳第23代傳人魏子欽。這個小伙將詠春拳帶到了現代搏擊擂台，而且目前為止生涯戰績26勝3負。可以說魏子欽這個小伙的出現打了很多瞧不起並且質疑我們中國傳統武術不能打的人的臉。好，閒話少說，我們比賽開始。泰國的佩查差剛開局就吃到2拳，但看起來的確是硬度相當不錯。這個佩查差呢，他日常的訓練也相當變態。別人訓練都是打沙包、打沙袋或者打木樁子，而他的訓練就是被別人打。沒錯，站着不動一動不動，讓不同的人來打他。為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抗擊打能力，甚至還會用這個粗鹽來搓洗自己的身體和皮膚。以提升自己的皮膚硬度。我甚至一度懷疑這個家伙是不是有什麼這個受虐傾向。魏子欽相當靈活，連打帶閃，讓這個佩查差呢是看得見而摸不着。好，頂膝有命中。好，擊倒了。第一回合我們看，哇，這一下擊倒也打破了佩查差呢以往的一個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魏子欽明顯想要乘勝追擊，連續的補刀。哦，這連串連打11拳的。
但泰国最硬的男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对方这个恢复能力和抗击打能力的确是够变態。在這麼一連串的猛攻之下呢，還能站得住。哇，魏子钦的身法和步伐相當的靈活。此時此刻，他就像一個西班牙的鬥牛士啊，把這個佩查差呢當成了一頭瘋牛，當成了一頭野牛來鬥。哦，漂亮，又是一個上勾哦，頂膝。佩查差有點上頭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他真的是完全不做防守。好，一回合比賽結束。這個佩查差現在此時此刻應該是相當的憤怒，因為魏子钦打破了他從未被擊倒過的記錄。我們注意看，在第一回合，魏子钦的說不防守，還真就不防守。注意看魏子钦，哎呦，皺着眉頭，應該是在抱怨着什麼？他應該是在說呀，這個家伙怎麼這麼抗打啊？就像是一個人形的木樁子啊，根本打不壞。在比賽的前2個回合，毋庸置疑，魏子钦已經是順利拿下。但是接下來還有最後1個回合，比賽還沒結束，還沒有到最後1刻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好，費特最後1個回合，比賽繼續。魏子钦呢，他的身高比對方高了很多啊，居高臨下，所以說打得很舒服。我們能夠得到對手，而對方啊很難夠得到我們。這一回合，佩查差依舊是相當勇猛，依舊是橫衝直撞，完全不做防守。如果說是其他選手受傷這麼嚴重的情況下，裁判早就終止比賽了，但他是佩查差。他的抗擊打能力在整個拳擊界啊相當出名了，所以說裁判呢也是沒有叫停比賽。第3回合最後的1分半。這個傷況太嚴重了，但是他呢還有體能啊，還在往前衝。所以此時此刻，這個泰國選手佩查差他唯一能贏的途徑，那就是 KO 掉魏子钦，因為在分數上雙方差的實在是太懸殊了。有可能魏子钦的有效打擊數是對方的3倍都不止。即便看不懂拳擊、不懂規則的，我相信也能看得出來。好，連續的掃踢，魏子钦開始嘗試砍腿了。其實早就該砍腿了，如果砍得早一點兒，限制對方的移動能力，恐怕這個比賽啊早就結束了。我強烈建議讓這個佩查差啊和我們中國的著名少林武僧一龍大師打上一場，2個人對着打啊，誰也別防守，看一下誰更抗揍。我相信這個比賽啊絕對會票房極高啊。好，比賽結束。這場中國詠春拳對戰泰拳的對決，比賽結果我相信沒什麼懸念啊，最終的話沒有問題，恭喜魏子钦。但當然，這個瞧不起我們中國武術、瞧不起中國人的佩查差呀，雖然說他很狂，但是他的抗擊打能力啊，的確是令人感到敬佩。好，比賽到此結束，咱們下期視頻再見。